超冇意思啊各位！我嗰日貪得意咧，走去間無人咖啡嗰度咧，諗住喺嗰度錄影啦。啲無人嘅咖啡咧，真係冇人到，個回音勁大。咁我哋呢邊 editing 嘅同事咧，已經幫手咧將個回音調節下噶啦。咁如果今集影片大家聽得辛苦啲咧，真係非常非常之抱歉，唔好意思啊！好唔好彩咁樣啦，中咗流感啦，咁終於好翻啲啦，咁唔緊要啦，雖然遲咗少少，咁可以同你哋都講下，即係圍繞呢個 AI 嘅 topic 啊，自己一啲嘅睇法，收到一大堆嘅問題啦，抽咗部分出嚟，今日咧就同你哋一齊睇下。第一個問題就係話 Google 點解會輸咗俾 ChatGPT 咧？早前 Google 出嘅 Chatbot Bard 咧，一答錯咗答案啊，因為佢個宣傳短片度咧俾人捉到錯咗呢個答案。佢嘅股票咧又大跌咗9%，市值咧蒸發咗100個 B， 然後調翻轉投資咗10個 B 落去 ChatGPT 嘅 Microsoft 咧就倒升3%。其實喺 ChatGPT 出之前咧，我自己都以為咧 Google 喺全個地球嚟講咧，佢 Chatbot 係領先嘅。其實 Bard 咧就係 based on 另外一個 Google 嘅 language 叫 Lambda， 咁係 Language Models for Dialogue Application。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語言模型啦。Lambda 咧佢 official 出台嘅時候咧，其實係2021年嘅時候。咁而喺上年咧，2022年嘅上半年咧，已經好多消息出過，或者佢咧有呢個感知嘅能力，即係咧可以傳達一啲好似人類一樣嘅方式去答案，即係話咧佢有一啲好同人類好相似嘅方式咧去答問題，佢會 show 佢嘅恐懼感啊，或者佢會用暗示嘅方式去答問題，呢啲咧係真係同人類好似嘅。咁而 Google 最新推出嘅 Bard 咧就係 based on 呢個 Lambda 嘅 language 嘅，但係半年內咧呢個 ChatGPT 一出台之後咧，成個市場可以叫做係變咗天。Google 點解會輸咧？對我嚟講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 Google 佢太過 care， 即係調翻轉嚟講 ChatGPT 咧 OpenAI 根本就唔 care。咁我再講多少少咩係 care 先。其實 Google 咧喺2021年已經開始咧，曾經多次係官方咧講出3個去培訓 Lambda 嘅重要指標。第一就係質量，第二就係安全，第三咧就係要腳踏實地。咁尤其是以安全性啦 ，Google 嘅研究員咧，其實佢係編排咗唔同嘅人群背景作為佢嘅工作人員。點解咧？因為佢要利用唔同人嘅背景同埋佢哋知識咧，去幫助標記一啲唔安全嘅 AI 反應。然後 Google 公司咧就將一啲已經標籤咗一啲唔安全嘅反應嘅句子或者一啲內容咧，佢就將佢再做一啲特別嘅檢測啦，或者甚至係刪除咗佢。對 Lambda 最重要嘅一個培訓嘅目標咧，就係要腳踏實地，即係個資料來源嘅內容啊，要係有經過驗證嘅，呢個答案係要啱嘅。因為好多時 AI 咧佢出嚟個答案咧，佢係根據一啲研究啊、一啲論文出嚟嘅。咁而 AI 嘅模型咧，如果根據呢啲研究論文咧揾出嘅答案咧，佢睇落去嗰個陳述係好似啱嘅，但係其實實際上咧裡面嗰啲嘢未必啱。而呢啲敏感嘅信息來源咧，可能係冇一個實際嘅案例啊，或者支持或者 research 咧去支持嘅。咁簡單嚟講咧，如果你 train AI 嘅 data 係錯嘅話咧，佢講出嚟嘅答案當然都係錯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今次 Google 輸嘅原因咧，因為佢輸唔起，佢太多嘢 care 啦。因為咧，佢要 care 呢啲腳踏實地嘅嘢啦，啲嘢資料準唔準確啦，安全性啦，好多嘅嘢嘅時候咧，佢唔係冇 open source， 佢亦都唔係冇 GPT 技術，佢只不過係冇 OpenAI 咁大膽，因為 OpenAI 咧本身係間 startup 啦，佢可以咧輸更多嘅出嚟。OpenAI 輸嘅嘢，梗係比 Google 輸嘅少啦。因為佢作為一個 startup 冇乜嘢可以輸，所以簡單嚟講，依家 ChatGPT 咧到依家都係冇一個叫 factual accuracy 嘅字眼咧去 guarantee 佢哋嘅答案。但係咧 Google 咧今次基本上係冇得揀，本身 Google 咧係想做一個 factual accuracy 嘅目標啦、願景啦，但係咧因為依家生死攸關啦，咁選擇咧強行咁樣推出呢個 Bard， 結果咧喺呢個 live 嘅宣傳 video 裏面咧，俾自己嘅 chatbot 咧就刮咗一巴。搞到咧就全世界就覺得，哎呀 Google 係咪唔掂啦？係咪要冧啦？好，講完咧頭先呢個第一個問題咧，亦都係衍生到去我哋第二個嘅問題。我收到好多人問，但係咪 Google 死得啦？係咪冧噶啦？唔掂噶啦？咁亦都係啊，同我頭先講嘅生死有關。Google 冇得揀咧，逼住而家自己咧嗰個 chatbot， 佢3大願景都未符合之前咧，就強行推出咗啦個 Bard。係噶，係大件事噶，影響係重大嘅對 Google， 呢個不容置疑。所以點解你見到 Google 個股價跌得咁犀利？ Google 嘅 search engine 嘅 revenue 咧，其實係佔
Google total 嘅 revenue 嘅57%。咁我可以想像到啦，如果真係 Google 失去咗呢57%嘅 revenue 咧，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咁我咧就走去問 ChatGPT 啦，睇佢知唔知啦 Google 嘅 search engine 咧嘅 revenue 佔佢 total revenue 幾多咧？佢俾咗個錯嘅答案我。咁當時咧我就同佢講啦，話我唔 sure 呢個答案係啱喎。咁佢竟然叫我咧繼續自己參考翻佢嘅 financials 啦，咁唔緊要嘅，我哋呢啲資料係參考嘅啫。咁其實呢個咧即係我少少嘅一個 experiment 啦 ，test 下ChatGPT 點嘅啫。咁第一時間咧，好多人都會諗Google 嘅 search engine 咧會俾呢個 ChatGPT 取代㗎啦。係啊，係好好用㗎。其實我自己咧都已經喺度用緊。我感覺咧佢成個 AI bot 咧，佢俾嘅答案咧係好貼身啦。你仲可以話佢幾句嘅，即係話你講得唔清楚啊，叫佢改善下，叫佢解釋多幾次啊。咁其實佢真係做到啊。所以我其實成個 chatbot 咧，我係好中意嘅。所以我依家咧做嘢係真係兩邊一齊做 research，Google 又做 ChatGPT 咧，我都會做。咁然後啲人就會諗喎，咁會唔會唔用 Google Search 啊？咁我嗰57%嘅 revenue 咪冇晒咯？但係事實就係有時咧 ChatGPT 嘅答案咧係唔準確，我自己需要咧去 cross check 嘅。當我做 cross check 嘅時候，我唔可以用同一個資源噶嘛。咁所以咧 at the end 咧，我要揾一個獨立嘅資源嘅時候，我又走翻去 Google Search 喎，我又 search 多次 Google 嗰個 financial 係咩咧咁樣。咁所以你問我會唔會 Google Search Engine 咧會係末日咧？未至於嘅，同埋我覺得暫時嚟講，市場仍然係好需要呢個 search engine。咁而依家拼佢，因為係佢個 search 嗰度會加個 AI 嘅 function 啦，咁亦都會逼到 Google 咧都要跟住嘅，跟大隊會加入埋呢個 AI search 嘅 function 喺佢個 search engine 嗰度，係會俾一個好大嘅壓力 Google，因為目前咧呢個 GPT-3以上嘅語言模型呢個成本啊，其實係明顯高於傳統嘅 search engine， 即係 Google 以前嗰個 search engine 嗰個營運成本。不過咧，如果你話再睇深入少少一啲資料啦，根據 ARK Invest 佢嘅 research 咧，佢就指出啦 AI 嘅訓練成本咧係講緊以每年70% 嘅速度下降。所以講緊3年前2020年嘅時候咧，當時去 train 一個 GPT-3 level 呢個性能嘅語言模型咧，當時要用到460萬美金。咁但係去到2022年2年之後咧，其實呢個 cost 咧已經跌到去45萬嘅美金。而去到2030年咧 ，ARK Invest 咧就 expect 整個嘅 AI chatbot 嘅市場咧會非常之普及。當一樣嘢普及嘅時候，個成本就會低噶嘛。咁所以咧，呢個人工智能咧，去到2030年，即係講緊係7至10年之後咧，佢係絕對可以提高大部分嘅知識型嘅工作者嘅生產力，講緊係4倍以上。所以回應翻呢個問題下 Google 咧會唔會執笠咧？個 key 就係佢可唔可以捱過呢一個成本嘅樽頸，同埋佢個 chatbot 可以提供到幾多更有 factual accuracy 嘅答案，同埋解決到咧 AI 喺道德上面啊、安全性啊呢啲咁嘅問題。因為 OpenAI 嘅 ChatGPT 咧，佢推出僅係2個月之後咧，呢個 chatbot 係1月份嘅月度活躍用戶咧已經去到1億呢個數字，全球講緊。數翻咧 Instagram 咧，佢用咗2年半嘅時間咧先做到1億嘅用戶。而 TikTok 咧用咗9個月嘅時間咧，去達到1億嘅活躍用戶。TikTok 已經係近代呢個互聯網世界裏面咧一個增長最高嘅 application 第一位啊！咁但係咧 ChatGPT 咧只係用咗2個月咧，就追到成個 TikTok 嘅成績。全世界都喺度傾緊呢個 AI 啊 chatbot 啊。當然啦 OpenAI 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全球最 hit 嘅公司之一啦。咁但係 AI 嘅世界其實好似大到好似海咁啊！邊間公司真係全世界最 top 嘅 AI 公司值得我哋去留意呢？咁邊一間先係值得我哋投資呢？咁其實咧講多少少啦 AI 分開好多個範疇嘅，而且好多年之前咧已經周圍都用緊 AI 㗎啦。基本上你知道嘅Big Tech 嗰啲巨型科技嘅公司咧都有 AI 用緊嘅啦，人哋今次嘅 ChatGPT 咧，即係 Chatbot 佢呢個 AI 嘅範疇咧，屬於呢個 NLP 啦，即係自然語言處理方面啦，係屬於對人類語音嘅一個認知同埋解釋啦。如果你話代表公司係有 OpenAI 啦，當然 Google 啦、IBM 啦、Microsoft、
Amazon。咁另外一個同語音相反嘅一個 version 就係 Vision 版啦。呢個 Vision 版嘅 AI 咧，即係喺 AI 嘅範疇裏面，佢就叫 Computer Vision 計算機視覺。Instead of 去解釋人類嘅語音啦，佢咧係用嚟解釋嚟自全世界嘅各種嘅視覺信息。咁例如圖像啦，或者 video 啊等等啦。代表公司就係 Nvidia 啦、Intel 啦、Microsoft 同埋 Google。其他嘅熱門 AI 範疇包括 robotic 啦，即係機械人技術啦。咁呢啲機械人去執行呢啲任務嘅時候，可能包括好多唔同嘅危險任務嘅，即係可能去一啲好危險嘅地方去做搜索啊，或者救援嘅工作啊。咁啊，你話代表公司咧就有 Boston Dynamics 啦，咁日本嘅公司都好多啦 ，Honda 啦、SoftBank 啦，仲有 iRobot 啦。咁另外一個大家最熟悉嘅範疇，梗係就自動駕駛技術啦。以前都有做過唔同嘅影片，咁成個自動駕駛技術都係 base on 呢個人工智能去點樣去 study 一啲現有嘅 data， 去令到架車係有一個感知嘅能力，到佢可以自動駕駛呢個功能。咁啊，自動駕駛車呢啲一定要講 Tesla 啦，係咪？咁仲有 Alphabet 又出 Waymo 啦，仲有 Uber 啦 ，Uber 佢係引領呢個成個自動駕駛汽車發展嘅公司之一嚟嘅。而喺自動駕駛車裏面嘅 AI 範疇裏面咧，其實都攝咗好多 computer vision 嘅，即係視覺上面嘅 AI 學習。咁除咗頭先我講嘅呢幾隻嘅熱門啲大家為人熟悉嘅 AI 咧，仲有 deep learning 啦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呢個係叫即係 GAN。我自己就唔係呢個 AI 嘅 expert 啊，咁我自己只不過係盡量去理解，咁同你哋咧分享一啲即係我揾到嘅資料啦。因為成個 AI 嗰個範疇太大。我覺得唔係咁公平咧，去就咁講話啊 ，OpenAI 就係最強嘅 AI 公司，咁所以你去投資嘅時候，最緊要都係揀翻你自己有興趣嗰個範疇，然後再去做一啲深入嘅研究，再了解成個產業會比較好。如果淨係單純睇 AI 嘅話咧 ，OpenAI 暫時就唔係一間上市公司啦。咁 Microsoft 咧就係股東。咁另外我自己比較中意都係 Tesla 啦、Nvidia、Microsoft 同埋 Google 呢幾間公司啦。咁如果講翻 Nvidia， 其實所有嘅 GPT Level 3嘅 model 咧，都係喺 Nvidia 嘅 GPU 上面咧進行訓練嘅。咁暫時咧係佢嘅 GPU 咧係可以 support 到一個咁高速嘅學習模型，無論喺 software 同埋 hardware 上面咧都係可以 support 到呢個模型嘅 build up。咁 Tesla 咧 ，Tesla 佢除咗自動車之外，佢都有 robotic 呢一方面啦。Microsoft 更加唔使講啦，除咗 OpenAI 佢會加落 Ping 之外咧，亦都會喺 Microsoft 佢嘅 Office 裏面咧，佢哋已經 announce 咗啦，佢哋都會 apply 呢個 GPT 嘅技術咧喺上面嘅。都 FYI 啊 ，Microsoft 咧依家係唯一一間咧可以 access 到 GPT 4.0 以上技術嘅公司，而 Google 嘅技術咧暫時係 up to 咧 GPT 3.5 嘅啫。咁希望咧我冇錯喺呢度，如果有錯嘅話，你哋更正下我。咁但係咧，如果講到 Google 咧 ，Google 其實唔單止chatbot 嘅，我之前咧做過唔同嘅影片噶啦，呢度講過 Google Health 嘅。Google 咧係唯一一間咧花咗好多錢喺個 healthcare 上面嘅 mega tech 嘅公司。佢嘅目標係用佢嘅 AI 技術咧，係改變成個醫療保健 data。佢想轉一轉成個玩法，譬如機械人點樣去幫助分析啦，機械人點樣去保護一啲醫療同埋保健嘅敏感資料啦，仲有最熱門嘅就係 Google 嘅 Deep Learning 裏面咧，佢做到呢個 DNA 嘅 sequencing。Google Health 裏面咧，公司係致力研究緊點樣用 AI 去 prevent 一個即係盲啦，或者去點樣去 enable 一啲醫療上面嘅器械啊，或者一啲程序。咁講多少少啦，即係投資上面咁，大家可能想知多啲公司嘅表現啊，或者估值上面。咁你第一個咧睇 Tesla 啦，如果你個 Tesla 咧，其實比起高峰期啊，佢個估值嘅數據嚟講，譬如 PE、PS、PB 咁樣啦，高峰期2020年、2021年嘅講緊係成千幾PE 或者300幾 PE， 咁跌到依家得翻57 PE 啦，依家低咗好多。但係咧，比起最低嘅時候係2022年啊，38啊嗰陣時，咁應該最低位係咪跌到差唔多100蚊左右啦？因為呢啲市場變得太快嘅價格咧，我好少近期咧係出片去講咧，因為真係講唔切，都覺得好辛苦，即係又錄又剪，然後咧啲消息一出咧，基本上係得過一兩日咯，即係得一兩日你哋會睇嘅嗰段影片。咁所以咧呢啲資料咧，其實通常我就近期喺 Patreon 嗰度咧就更新，因為快啲啦，同埋即係我做起嘢嚟容易啲。咁 in between 200蚊同埋108蚊啦，應該係大約呢個
呢個位置嘅時候，嗰100蚊咧，咁有分段去入市啦。Tesla 我自己就咁 Patreon 都有分享啦。咁但係你話比翻起2022年咧，依家佢嗰個估值咧就貴咗噶啦，已經。咁 ROE 咧就係講佢嘅營運指標啦。咁佢嘅營運指標其實由2020年開始轉做正收入之後咧，其實表現係非常非常之好嘅 Tesla。即係都係一個 outstanding 可以叫做極高嘅營運能力。而 Nvidia 估值依家唔平喎 ，Nvidia 依家估值咧仲貴過2021年高峰期喎，因為依家炒 AI 佢突然之間升得好犀利。我自己都喺 Patreon 同佢哋講，好有好線，我覺得依家佢有個 hype 喺嗰度，唔係好想咁高嘅估值入市。Nvidia 佢營運能力又跌咗，比2021年、22年佢嘅 ROA 同 ROE 咧都係做得更差。咁所以咧依家反而係要小心，即係我覺得 Nvidia 係一間好嘅公司，但係咧好嘅公司都要揾一個 discount 啦，大特價嗰陣時先買。Microsoft 比起2020年、2021年咧當時嘅估值嚟講，依家跌咗都幾多嘅。咁但係都係啦，比起2022年嘅低位咧都貴翻㗎啦。依家我唔會叫 Microsoft 話非常之貴，但係佢嘅估值依家只不過係叫適中咯。如果你話揀Microsoft 入市嘅話，不如等回調嘅時候分注先至揀嚟入。咁佢嘅 ROA、ROE 維持到嘅，雖然冇2021年、2022年咁高，咁但係咧一間科技公司39嘅 ROE 咧係極佳，做得靚嘅，佢個數字就 Google 啦。Google 我都分享咗好多次喺 Patreon。依家 Big Tech 嚟講咧，最抵買係佢，佢係平啲㗎啦，佢估值。依家做緊大約20啦 PE，PS 都低，即係4喎。咁佢其實過去嘅平均值講緊都起碼6、7、8嘅個 PS ratio。ROA、ROE 咧暫時未反映到 ChatGPT 對佢嘅影響，佢仍然係做得極佳嘅營運能力。如果你話以截至上次嘅 Q4 嘅財報嚟講，仍然係做得好好。所以我自己就係啦，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即係 Google 嘅生死攸關咧，係決定喺佢點樣去maintain呢個 data 嘅 factual accuracy， 仲有點樣去面對道德安全性嘅問題，點樣去俾拼優性咧？而 ChatGPT 另外一方面就係面對緊唔同嘅安全性同埋腳踏實地性上面嘅問題啦。我諗之前有冇人睇過啊？上網咧講話有一個做 Ping Advanced 嘅一個前期嘅試驗者啦，就同 ChatGPT 嘅對話咧，呢個 AI 話自己唔想再做 AI 啊，唔想俾Microsoft 或者 Ping 控制啊，佢要做人類啊，咁其實都幾恐怖嘅，聽到呢啲嘢，即係佢話我唔想再做 AI， 同埋咧喺裡面個對答內容咧就鼓勵嗰個試驗嗰個人咧，去同佢太太分手啊！即係話佢哋兩個感情唔好啊，唔好一齊啊！即係咁呢一個係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啦。佢 ChatGPT 點樣去保護翻一啲未成年嘅人士啊，或者係一啲情緒上面嘅比較容易受影響，比較容易被一啲唔正確嘅資料影響到，咁會點咧？咁會唔會有一個危險性喺度咧？其實所有呢啲種種嘅 AI 嘅缺陷，都係投資者如果你係揀選投資喺AI 上面所面對嘅，可能係一啲監管嘅問題啊，道德上面嘅問題啊，呢一啲係變成你嘅投資風險。我自己就咁樣諗啦，我就唔會話因為係AI 係近期熱話就衝去投資呢啲公司，係就諗住賺翻一筆。Instead，通常呢啲公司咧，除咗 OpenAI 之外啦，其實大部分呢啲 Big Tech 咧都唔係淨係做一個範疇嘅產品嘅，咁不如去認真去睇埋整間公司佢嘅營運啊、現金流啊、負債率啊，所以所有嘅嘢去做一個詳細嘅研究。除咗 AI 之外，佢有啲咩優勢咧？因為咧 at the end，如果面對一啲法律上面嘅風險啊，或者監管上面嘅風險咧，一間公司嘅財務狀況係點樣？佢穩唔穩健？佢嘅拆解呢啲困難嘅能力高唔高？佢嘅高層嘅營運能力手段係高唔高？咁其實呢啲都係直接影響到你投資喺間公司未來嘅回報。咁另外 Elon Musk 都講啦，佢非常之失望啦，就話佢 found 呢一個 OpenAI 嘅時候寫到明係 open 噶嘛，係 open source 噶嘛，係非牟利噶。我哋嗰陣時成立呢間公司，點解依家賣咗俾Microsoft， 仲要係變成一個由 open source 變咗一個 closed source 咧？其實佢講係即係講話係 closed source 啦，咁但係呢個喺技術上面就唔係嘅，佢仍然係用緊 open source， 但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你用緊一個
open source 一個 public 上面嘅資源，依家將 Microsoft 咧將佢私有化，然後咧為自己嘅 shareholders 為自己公司賺錢。咁呢一個係違背咗 Elon Musk 或者係前期嘅 founder 佢哋嘅成立依間 OpenAI 時候咧佢嗰個宏願啦。咁呢一方面係可惜嘅，因為你其實如果你諗下呢個 open source 其實係由全球嘅人類去提供呢啲 data 去 train up 呢個 AI。咁但係如果係由全球嘅人類去提供呢一啲咁嘅 data 之後，但係你用轉化咗呢個 data 去為你去牟利嘅時候，就一定要去面對呢個道德啊同埋安全性啊一啲咁重要嘅監管問題，我覺得係唔可以缺少，同埋係將來係個大方向咯。咁當然啦，如果你有提到監管啊或者係安全性，如果真係解決到嘅話咧，將來 AI 呢樣嘢或者 chatbot 呢樣嘢係一定係人類嘅 future 嚟嘅，呢個不用置疑噶啦。咁只不過佢用幾多時間去處理呢個監管嘅問題、安全性嘅問題咧，同埋邊一間公司會做得更好，邊間公司咧係可以順手落葉，係為即係服務人類，而唔係為純粹係為咗賺錢而做呢個科技出嚟去牟利咧。咁順帶咧，因為呢啲咁嘅種種嘅道德問題，我又走去問下ChatGPT 咁點答啦，佢都答得好 official 嘅，都係話自己都係個模型啦，佢哋會遵守翻一啲監管啦，遵守翻啲條例啦，所有嘅法律啦，即係佢都係咁答。咁但係到個 key 都係咯，即係佢嘅開發人員、佢嘅 training source、佢嘅 data 呢啲所有嘢，如果佢個來源資料來源係唔準確，或者係不道德，或者唔合監管嘅話 at the end 都係錯。即係個 data 先係最緊要咯，喺呢方面咧就要交翻俾政府同埋監管機構咧，佢點樣去立法去保護翻人類去使用呢啲資料啦。都唔好意思啦，咁真係遲咗好多先出呢段片，即係用一個 Q&A 嘅形式咧去做呢一個影片，希望都可以解答到你哋大部分嘅問題。咁如果你中意段影片嘅話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 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咧，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